你们车里的音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音量小的时候感觉低音不够，听着没劲儿，但是只要把音量开大一点点的，低音又轰的一下变得浑浊不清。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在小音量下面也能够享受饱满而又有弹性的低音呢？上个月我在长春埃斯卡汽车音响比赛当裁判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好几台参赛车的超低音呢，按照比赛的标准来看呢，都显得有点不够力。我跟选手们反馈说，埃斯卡比赛对超低音的要求很高，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呢，成绩会更好一些。他们当时就问我说，那我是不是把超低音的音量直接调大一点就可以了？那这个问题呢特别好，在现场没有时间细讲，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机会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展开讲明白。觉得低音不够，直接打大一点到底行不行？选手们说的直接把超低音加大一点，在技术上呢，我们通常就是指加大超低音那一路的输出功率。在我们汽车音响当中，这种操作很常见，比如说我们功放上带的那个低音控制旋钮，或者有一些 DSP 控制器呢，都能够让你轻松的把咚咚咚调得更响。那么这么做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们用 Smart 这个测量软件来做一个演示，让大家眼见为实。这里有几条曲线，简单来说，它们分别代表了我们车里的高音、中低音和超低音。紫色的这一条线呢，是它们合并以后的总的效果。假设我们的中低音和超低音分频点呢都设在80赫兹，那我们通常感觉低音不够，指的就是指在60赫兹以下的这一部分能量感不足。好，那现在注意看，我把超低音这一路直接提高12个分贝，大家发现了什么没有？不仅仅是60赫兹以下的超低频提升了，连带着60赫兹一直到接近200赫兹整个频段都被拉起来了一大块。而且我们原本设定的80赫兹的分频点，实际上跑偏到了110多赫兹。那么这个多出来的100到200赫兹的这一部分能量，就是让你觉得声音发闷变浑浊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那既然直接加大音量不行，那应该怎么办呢？一般对于超低音部分的不足，我们大概有4种方法去实现整体提升超低音的目的。第一种方法就是用我们刚才演示的简单粗暴的提高超低音内路的输出。常见的方法呢，比如说低音功放上带的超低音旋钮，或者很多 DSP 功放它带的控制面板也有专门调超低音的功能。顺便说一下 Musway 这个 Micron 是我见过最酷的 DSP 控制面板。或者呢，我们也可以直接在 DSP 软件里面把这一路提上去。再或者在超低音功放上增益旋钮上面去做，其实都是一样的。当然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功率储备，电拼匹配呢也要做好。这种做法的优点是简单快捷，不会有相位的问题。缺点呢，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会污染100到200赫兹中低频，容易浑浊。第二种方法就是使用 EQ 去拉，这可能是最糟糕的办法，它很容易让频响曲线变得凸凹不平，形成新的峰和谷。声音呢会变得很奇怪。如果 EQ 的 Q 值你调得太宽，同样会影响到中低频，所以这个方法呢，我个人呢非常不推荐。第三种方法呢，就是用调整分频点的方法来控制输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技巧。比如说中低音的高通滤波器，我们保持在80赫兹不变，但把超低音的低通滤波器呢从80赫兹往下拉，比如说拉到60赫兹。那大家一看，这么一调，实际的分频点呢，就从刚才的113赫兹有效的降低到了90赫兹附近，精准的控制了100多赫兹那个浑浊的频段。那大家要注意到，这样做呢，会在分频点附近带来大约30度的相位差，但其实影响很小了，基本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非要追求极致，可以用全通滤波器来修正。那全通滤波器这个话题呢很大，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讲吧。那这两个分频点要拉开多远呢？有一个经验的公式，就是从中低音的分频点往下走半个8度。比方说我们这个例子里面，中低音的分频点是80赫兹，往下走1个8度呢就是40赫兹，那中间的一半就是加20赫兹。超低音的低通呢，我们就设置在40加20等于60赫兹左右，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调音的起点。大多数时候这个经验参数就已经足够用了。那这个是第三种方法，也是超低音分频点最常见的技巧之一。第四种方法呢，我们可以使用低价滤波器，英文叫做 low shelf filter。那这个名字很形象，它就像一个书架，可以把某个频率点以下的所有频率整体抬起来或者降下去。我们可以用它非常精确的去提升我们想要的低频部分，同时呢，用 Q 值去控制提升的斜率，做到指哪打哪，效果非常好。它的缺点呢，就是市面上并不是所有的 DSP 功放呢都有这个功能。
比方说我们的 Museway、喜力士或者欧迪城这些 DSP 功放呢，它就带这些功能。好了，我们分析了4种方法，看起来拉开分频点和低价滤波器是更科学的选择。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厂家还要设计低音旋钮这种简单粗暴的功能呢？难道它真的是一无是处吗？当然不是，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它的效果反而会更好。很多人都有这个体会吧？把音量调小啊，感觉音乐的细节呀、动态呀，尤其是超低音，一下子就瘦了很多。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低音的旋钮稍微加一点点，音乐的感觉马上就回来了。前面我们不是说这样做会让声音变浑浊吗？怎么现在又可以了呢？这就要提到我们人耳的一个 bug 了，它由一个叫做等响度曲线的理论来解释。大家看这张图，它看起来很复杂哈，但是读懂了就非常有意思。这个图的横坐标呢代表频率，从左到右分别代表从低音到高音；纵坐标呢是声压级，也就是物理上的音量大小。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该怎么去读它。它上面的每一根两头翘起来的这个曲线，都代表着人耳听起来一样响的声音。我们拿中间这条比较粗的，代表80方的曲线来举例。我们看，在这条线上1K 的这个点，它对应的物理声压值正好是80分贝。那现在我们保持在同一根曲线上，向左移动，找到40赫兹这个超低频的点。大家猜猜看，为了让40赫兹低音听起来和80赫兹的1K 一样响，物理上需要多大的声压呢？答案是接近105个分贝。那现在重点来了，我们把音量调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往下看，找到代表50方的那根曲线，这大概是我们在车里面小声聊天时背景音乐的音量。同样，在1K 的这个点，它的声压是50分贝。我们再顺着这个更弯的曲线去找到40赫兹的点。这个时候呢，为了让40赫兹的低音跟50 dB 的中音一样响，它的物理声压需要达到多少呢？大概是90分贝。好吧，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结果，结论就出来了。在大音量，比如说80分贝时候，低音只需要比中音高出25分贝，我们就觉得够平衡了。但是在小音量的时候呢，低音需要比中音要高出整整40分贝，我们才觉得它没有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关小音量就觉得低音没了，因为当你把总音量从80分贝降到50分贝的时候，如果你让所有的频率都同步降低30分贝，那么低音部分在听感上就会远远的弱于中音，平衡感就被破坏掉了。你的音响没有问题，是你的耳朵欺骗了你。那么从这个对比当中，我们就能得出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人都容易误解的现象。我们所谓的高中低音平衡，只在一定的音量范围内才成立。你不可能把一套音响系统调到在很小的声音和很大的声音的时候听起来一样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录音师们都会在一个标准的声压下，也就是86分贝左右去进行监听和混音，因为只有在这个声压下面才能够最准确地还原他们创作时所听到的声音。所以大家平常说的这套音响很平衡，其实默认指的是在某一个正常的音量下面。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你的音响在86分贝下听得很棒，但是你的确需要在车上坐了人或者想聊天的时候把音乐当小音量背景音乐来听，怎么样才能够让低频的感受也更好一些呢？这个时候那个简单粗暴的低音旋钮就派上用场了。你先把总体音量减小，然后单独的去加大超低音，那这个时候超低音附带所提升上来的那一部分中低频，反而恰好补偿了人耳在小音量下面的听觉损失，让声音呢重新获得了平衡感。换句话来说，在小音量下面，你适当的加大超低音，是在修正一套平衡的系统，而不是在破坏它。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面讲过的微笑曲线，也是利用了类似的原理。最后，我们来小结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吧。第一个场景，正常的音量，我们追求精准的情况下，如果你的系统已经很平衡了，想在正常的聆听音量下面增强低频，不能简单的加大超低音的音量。这个时候呢，会破坏100到200赫兹的平衡，导致浑浊。你应该使用拉开分频点或者低价滤波器这两种更高级的做法来做。第二个场景呢，就是小音量作为背景音乐。如果你只是想在聊天等人的时候用小音量听个响，又不想低频消失得太干净，那么大胆的使用你的低音线控或者 DSP 面板上的低音增强功能，它能够帮你找回小音量下丢失的音乐氛围感。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比赛场上那几台车系统本身已经调得很平衡了，目标是标准声压下面获得更好的成绩，所以他们不能简单的加大超低音，而应该用我说的第3种或者第4种方法来做优化。
当然，我再次强调，以上所有的调试方法都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的系统要有足够的功率储备。今天的这条视频呢，其实是长春埃斯卡比赛培训这个话题的第3部分。如果你错过了前面的内容，可以回看一下。第一部分呢，我们以车内低音炮的最佳位置为案例，讲了一个超低音的基础理论。第二部分呢，我们以打声压为案例呢，讲了超低音在小空间的技术框架。而今天的这第3部分内容，我们深入到了具体的调音时候的一个案例，如何合理的去提高超低音。坦率的讲，尽管我尽量希望把这些内容讲得通俗易懂，但的确这是面向同行和技术人员的内容，理解起来呢还是有一些门槛的。不过不管你能够理解多少，希望这些内容能够有所帮助，解决你的疑惑。最后我还是留一个问题吧。我们在前面讲到超低音跟中低音分频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常见的滤波器有巴特沃斯和林克这2种。那么你会选择哪一种滤波器呢？为什么要这样选呢？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选择，我们下一期来评点和解答。